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华为和苹果在今年的新品一前一后发布，因此华为 Mate 50 Pro 和 iPhone 14 Pro 就时常被人拿出来对比。不过两者有着2000元的差距，此等比较似乎有点不公平。不过有一款手机在相同的内存规格下，有着与华为 Mate 50 Pro 相近的价格，那就是在2个月前爆火的小米 12S Ultra。在 256GB 版本下，两款手机一个6799元，一个6499元，所以将这两款手机对比是十分适合的。下面 Tiger 将从6个方面介绍二者的不同，给各位观众老爷们在购机前做一个参考。首先当然是看看这两款手机的外观，这两款手机都有着标志性外观。华为 Mate 50 Pro 这边有着标志的圆环镜头模组，而正面屏幕抛弃了经典的药丸打孔，反而选择 iPhone 14 Pro 已经弃用的刘海屏。小米 12S Ultra 的镜头模组同样也是圆环设计，不过是方中带圆，正面则是一贯的中置挖孔，外观孰优孰劣见仁见智。不过 Tiger 比较喜欢小米 12S Ultra 的外观，毕竟看惯了 Mate 40系列的外观，一时间难以接受 Mate 50 Pro 的设计语言。屏幕方面，华为与小米都是微曲面屏，刷新率也相同，不过小米 12S Ultra 的屏幕素质明显好于华为 Mate 50 Pro。 小米 12S Ultra 采用三星5发光材质 LTPO 2.0 自研 Micro Lens 微棱镜技术以及 2K 分辨率，从数据上来看是要优于华为 Mate 50 Pro 的。不过华为 Mate 50 Pro 的屏幕具有 PWM 调光，这是小米 12S Ultra 所欠缺的，缺少 PWM 调光对眼睛敏感的用户来说很不友好。在续航充电方面，两者打的是有来有回，都具备了66瓦或67瓦快充、无线充电以及反向充电，电池容量也相差无几。华为 Mate 50 Pro 的4700毫安时率小于小米 12S Ultra 的4860毫安时，不过华为 Mate 50 Pro 还具备了应急模式，在手机电量耗尽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话或者扫码，这在紧急状态下可以说是真的很救命了。不过双方虽然电池容量差不多，但华为 Mate 50 Pro 的续航从理论上来说会优于小米 12S Ultra， 因为华为现在只能用 4G， 但小米用的却是 5G 目前的耗电量要高于 4G。 虽然网络有差别，但在性能上由于使用的都是骁龙8加芯片，两者几乎一致。这款芯片作为最近几年骁龙最顶的芯片，采用了台积电4纳米工艺，在性能和功耗发热上有非常好的平衡。最值得说的还是双方的影像能力。首先是华为 Mate 50 Pro 搭载全新影像品牌森美，后置 IMX 766主摄5000万像素 RYYB 超光电摄像头，支持 OIS 光学防抖 F1.4、F4.0 可变光圈，超广角镜头搭载1300万像素 IMX 688，支持超微距拍摄6400万 RYYB 潜望长焦镜头，支持 OIS 光学防抖3.5倍光学变焦，最高200倍变焦。华为这边可玩性还是非常多的，虽然 CMOS 的底比不上小米，但无论是自研的森美还是适当可变光圈，对消费者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小米这边噱头最大的便是徕卡了，小米 12S Ultra 搭配徕卡影像，后置 IMX 989图像传感器，完整的1英寸大底，支持 OIS 光学防抖和 Ultra PD 相位对焦，超广角4800万像素，支持 AF 自动对焦，潜望长焦是4800万像素，1/2英寸底，120毫米等效变焦，支持 IS 光线防抖和 Zoom IS 防抖，拥有徕卡原生双画质。徕卡以及1英寸大底对影像的加持可以说是无人能敌了。在 Tiger 之前使用的一段时间内， Tiger 发现用小米 12S Ultra 拍摄不仅是成像优秀，在拍摄时的体验也会比其他手机要好，比如在相机的流畅性以及滤镜的选择多样性上，小米 12S Ultra 就比其他家的做得好太多了。最后则是系统方面，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华为研制了新系统鸿蒙，虽然与安卓类似，但又并不完全等于安卓。对于 Tiger 来说，华为对鸿蒙系统做的优化还是很不错的，有领先于同行的超级终端，更能与各种家居相连，一部手机就能操控家里的各种电器，方便程度 Max。 除了更加方便， Tiger 认为鸿蒙还比安卓更加丝滑。反观小米，在小米11发布之后，小米出现各种翻车，连以前备受消费者喜爱的 MIUI 也不例外。那么听完 Tiger 的这些分析以后，你会更倾向于哪款手机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别忘了订阅关注 Tiger，我们下期再见。